人不来，他便只好叫了。魏无羡清了清嗓子，低声叫道：“温情。”过了片刻，门外传来些许人声，听起来却有些说不出的陌生。再过一阵，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在外轻轻道：“魏公子，你醒了。”“我醒了呀。”魏无羡头疼极了，抵着额角想了想，方才听出这是某一个温家的少年，帮个忙，叫温情来。沉默，空气中只有魏无羡嘶哑的呼吸和低低的咳声。终于，有一个更年长些的女生说：“魏公子，你不记得了？”魏无羡说：“什么？”还是沉默。秦姑娘，那个声音小心翼翼地说：“还有阿宁，阿宁他……”那人哽住了。魏无羡恍惚了一下，耳中疏忽一声嗡鸣，又听到梦中血滴下来的声音。那层遮蒙其上的水晶壳子摔碎了，整个世界在魏无羡眼前碎裂成千片万片。痛苦突如其来，他在那一瞬想要尖叫，想要狂呼，然而他的嘴唇动了动，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来。一阵疼痛从舌底蔓延而开，沿着喉咙深入胸膛肚腹，他下意识抱紧了自己的肩膀，发现自己在发抖，满嘴都是血的腥嗅气。师姐，他空忙地想。师姐，魏公子，魏公子，魏公子，你没事吧？那些温家人拍着他的门，焦急地呼着他的名字，却终究没有一个会推门进来，把他从床边拽起来拍打一顿。魏无羡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冷了下去，缩在那处动弹不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久的白昼落幕成黑夜，无数残像在眼前来了又去。他突然听到一阵细细的哭声。慢慢的，魏无羡睁开眼睛，那声音是真的，真实的穿透屋宇之间，传抵他的耳畔。魏无羡呆呆的凝神听了片刻，外面又有些人声走动，细碎的交谈和低声的埋怨，几个女生接连哄着什么。然而那哭声还是不停，固执地时低时高，好似要一口气哭到精疲力竭一般。魏无羡轻声道：“阿夏。”没有回应。魏无羡猛然站了起来：“阿夏。”他踉跄着推开了门。门外站了不少人，约有10几个温家修士，都被他突然冲出来的模样吓了一跳。魏无羡觉得腿上一暖，低头见温苑已经一声不响地抱住了他，而更小的那个孩子被一个年长的温氏女修抱着，不停地哄着，犹自在他臂弯间哭个不停。所有人都在看魏无羡，神情充满惊讶和悲伤，带着些有理而守据的不知所措。许久，魏无羡伸出手，低声说：“让我抱一抱他。”阿苑还在他腿上抱得紧，沉甸甸的。魏无羡没力气迈步子，也没力气把他夹起来，只好站在原地等。那名女修将哭闹的孩子小心地抱过来，魏无羡接住，却似不知如何抱他那样僵硬了片刻，慢慢才将阿夏抱在自己身前。小孩子哭了好一阵，早已没了力气，犹自呜呜出声，眼泪口水在魏无羡的衣襟上糊了一片。他太小，魏无羡单手便能将他拖得稳，另一只手不知向哪里放，只好在他身前轻轻地拍，给他顺气。拍着拍着，突然觉得指尖一暖，这孩子伸出软乎乎的小手，抓住了魏无羡的一根手指。魏无羡低声说：“怎么啦？你想我了？”他微微抽手，没想到被抓得紧，便任由这孩子抓着不放。他用手臂轻轻地掂着阿夏，阿夏不作声，但也不哭了。过了许久，魏无羡低声说：“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说话，学会叫爹爹啊？”他像是自言自语，说完耳边也只有一阵沉默回答。小孩子被抱得舒服，找到了熟悉的气息，渐渐在他臂弯间睡着。魏无羡让这孩子的脑袋贴着他的肩膀，自己微微低头，面颊贴在那颗圆滚滚的小脑袋上，感受到极轻极浅的呼吸。周围的温家人低语了几句，向魏无羡的方向抛去忧心忡忡的注视，最终还是三三两两的散去。魏无羡站在远处，抱着熟睡的小孩子，突如其来的想：阿夏满月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？那时候他应该刚刚从温情的阵法里养出来，不再像知雪天捡回来的小猫仔，终于有了点活泛的气息。一到晚上哭声响起，整个乱葬岗人仰马翻。若非后来温宁接过了晚上哄好阿夏的药物，魏无羡觉得自己根本熬不过前2个月，早就把自己当萝卜在地里埋了算完。当时他上抱怨：“你明明是狼忘鸡的崽，不该一直不哭不闹到会说话的年纪，学会的第一个词是无聊吗？”
现如今，那个刚刚满月的孩子，师姐的孩子，又该是什么样子呢？魏无羡闭上了眼睛，虚晃的残像仍层叠不休地自他眼前划过，一张张虚幻的脸孔迎上又撕裂，尽数蒙着一层目视不清的血红。他看到眼前一道白芒划过，白色的剑光贯彻天地而来，他不知那是不是碧尘。他只记得江燕里颈间的血喷到他的脸上，滚烫的，自他颊边无穷无尽地流下来，一滴一滴一滴。温苑突然奶声奶气地说：“7个月。”魏无羡睁开了眼睛。你说什么？抱在他腿上的孩子抬了头，大大的眼睛盯着他，说：“婆婆说我7个月大的时候就会叫阿娘了。”魏无羡应了一声，慢慢地说：“那你应该很聪明。”温苑问：“阿夏多大了呀？”魏无羡说：“他要是有你那么聪明，差不多也该学会了。”温苑带着小孩子才有的认真应了一声，还是用力地抱着他的腿，睁着那双明亮又孩子气的眼睛。魏无羡被他盯了好一阵，终于问：“你看着我做什么？”“羡哥哥。”温苑很用力地咬字：“羡哥哥别哭。”臂弯中的孩子睡熟了。魏无羡轻轻一抽，将手指抽了出来，反手揉了揉滚烫而干涸的眼睛，揉掉那些虚无的残影。他说：“我没哭。”顿了顿，他用手按向自己的肋侧，似乎在找一处陈旧的伤口。他隐约记得那里挨了一剑，在2根肋骨之间，他却不知那是不是自己的幻觉。线下再摸过去，周身肌肉没有一处不痛，却也没有一处痛得非比寻常，那道伤口也不见了。于是魏无羡轻轻地说：“我只是好像忘记了一些事情。仙门百家围剿乱葬岗，行至夷陵，驻军在萧亭。江家是第一个到的，打下迎击时空地上只有一面接一面的9瓣连纹旗。江城夜里在空荡荡的主帐中擦剑，烛火摇曳之间，突听一个仆从悄声叩响了帐前的传世铃。那是于夫人昔年派去陪江燕离赴眉山的旧仆之一，也是莲花坞仅存不多的旧人。宗主。那人轻声说：“有客来。”江城的手从剑上抬起，放下，又抬起。他说：“那就进来。”来客进帐之时，江城还在擦他的剑。一块熟鹿皮进了冷油，一遍又一遍摩擦过3毒的剑锋。黑衣人放下兜帽，脸孔被跳跃的烛光切割出光影。江城抬头，片刻后说：“你看起来像个鬼。”彼此。魏无羡说。他站在原处，自进来后便不曾挪动一分。江城还在神经质地擦他的3毒，动作一遍比一遍用力，终于呲啦一声，割破了手中的鹿皮。魏无羡问：“你这剑今天擦几次了？”江城说：“4次。”魏无羡说：“不是一天擦3次吗？”夜防敌袭。江城一字一顿地说：“4次。”沉默。